为什么在明朝信了基督教的人反而更容易进入权力核心？为什么他们一边考中进士，一边焚烧偶像，改写祖宗的仪式？更奇怪的是，他们没有神像，却开始在门上写耶稣、玛利亚，用新的符号替代旧的信仰。这到底是信仰的传播，还是一场悄悄发生的文化替换？改变信仰，为什么几乎总伴随着摧毁旧信仰？为什么几乎每一段传播都伴随着奇迹？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给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章，几位著名的士大夫信徒及其著作。我们的朋友徐宝禄、徐光启以前已经得到过硕士学位。1604年他到北京来参加博士这个最高学位的国家考试。马丁也从南京来了，渴望试试运气，想考取5科的同等学位。这2位是南京省归信者中最杰出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名声极大。当然他们都很高兴京城里的传教中心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基督教的前途是非常有希望的。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要务就是来拜访教堂，行忏悔礼以及领圣餐。有人说保禄是如此虔诚，以致在领圣餐时竟然忍不住流下泪来，就连站在圣堂栏杆旁的人们看了也一样流泪不止。在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2人没有一个成功地获得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学位。这次他们在文艺竞技场上好像是去赴战场，对上帝的福佑满怀信心，结果是胜利了，2人都得到了博士学位，而且都肯定会获得自己选择的翰林院身份。几个月之后，马丁被委派为浙江省的军事长官，又过了6个月，他被提升到南昌的一个更高的职位，不久又升任到他那个部门差不多最高的地位。他连连越级提升，而不是按照惯例那样逐级地升迁。考试结果公布时，徐宝禄的名字没有列入最高的等地，因此根据国家的惯例，他被列入派到京城以外的某地去做官，而非在一个较低的部门里。从后者，他可以指望得到更高的荣誉，但是看起来似乎是天意要选定此人在北京成为基督教的保卫者，因为完全超出了他最大的希望，他被留在北京，并被委派了一个显职。在刚刚提到的那次考试之后，全国共颁发了308个博士学位。在这之后不久，还有另一次考试，用于选定皇家学院也就是翰林院的成员。顺利通过此项考试的候选人随后就被安插在叫做翰林院的这个皇家学院之内。从参与考试的总数中只选定24名，而且和所有的学位考试一样，这24名必须精通中国文字的准确结构。成功地通过此项考试的候选人最后可能成为国家的最高官员。如果他们奉命担任一个政府职务，他们都是直接被委以最高职位，而不是循序晋升。纯粹由于缺乏信心，徐宝禄并不想尝试此项考试，但他在神父们以及教徒们的请求之下让步了。他们提醒他，取得更高的荣誉将增进基督教的权益。他运气很好，成绩公布时他取得了第4名，从而提高了他个人的声誉，也使教会大为高兴。但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这24名考试获得成功的候选者并不立即成为皇家学院的成员，他们所取得的只是经过最高官员阁老的一段时间的教导之后进行聚会的权利或特权。可以说还得再掷一次骰子，在24名当中只有12名或者至多15名最后被选入学院，他们由一系列的月考来决定。在月考中只有一个候选人能取得资格，通常是第1名。因为所有这24名都奉命参加每次月考，一次考试的第1名就常常会在某些其余的考试时请假，以便给别人一个取得最高荣誉的机会，而且也不致显得过分热衷。他可以任意这样做，而这样做既不丧失地位和尊严，又能获得朋友。徐宝禄现在对自己地位和神父们在京城的安全有了把握，从这时起
他就集中全力来推进他们的利益并传播基督教。他是一个罕见虔诚的和生活圣洁的典范，教徒们都仿效他，异教徒都钦佩他。期间最杰出的一些异教徒常说，还有任何人像徐宝路一样的圣洁吗？他把他7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带到北京，想争取他在寿终之前皈依基督。经过保禄本人以及神父们的大量工作，这位老人终于认识了上帝，抛弃了他那些偶像。最后，而且在他那最高龄是十分幸运的，这位老人在他逝世前的约1年半领受了洗礼。我们暂时搁下徐宝路，以后再谈他。北京的教会逐步从婴儿时期发展为幼年，不仅徐宝路，而且别的教徒也以他为榜样起了作用，特别是他在经常行赎罪礼这一方面。他的儿子，而尤其是不同寻常的还有他的夫人，都步上他的后尘。在这里，有关妇女被隔离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这位夫人是北京第一个想出解决办法的。没有多久，这几位教徒就要求领受圣餐，但神父们倾向于推迟这一特权，以便加强对这一圣礼的谦敬。那些作为这家忏悔师的神父们敦促忏悔者先行几次忏悔，然后再领他们的第一次圣餐，以便使他们获得深刻的印象。上帝来临时，他们的灵魂必须是尽可能的纯洁。为了缩短推延的时间以及完成必要的忏悔次数，李宝禄，也就是李应士，这位前面提到过的另一位著名的宝禄，每天都去做忏悔，包括星期日和节日在内。这样迫切要求生命的面包是不能推延太久的。于是他在复活节那个星期日领取了圣餐，他十分虔诚，流下了热泪，使在场的教徒们都衷心感动。从那时起，他在每个基督教的节日都来到圣坛的栏杆前，头一天严格斋戒作为准备，在当天还继续斋戒作为感恩。在教会驻地，总有人向他报告神父们在宗教活动方面的每一件事，因而他得以仿效他们的宗教生活方式。如果那里在守斋戒或进行别的基督教规定，李宝禄也在自己家里照样做。他刚一听说关于赎罪的情况，就不断地询问神父们如何能够获得赎罪。后来他不知从哪里读到，教皇可以向任何一个规划了异教徒的人颁赐大赦，他就越发热望做成这件事了。想获得这种精神仇报的强烈愿望，时刻鞭策着他去寻找待救的灵魂。他非常迫切要领坚信礼，人们几乎无法拦阻他去拜见澳门主教。澳门距他家需要4个月的旅程，事实上他就要上路了。神父们劝他说，离开8个月将对他的家庭极为有害。情况也确实如此，因为自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由于牺牲了某些异教活动，他的家庭收入已经大为减少。同时他还必须回湖广省去照料一些家务，并照料老母。他到了湖广，十分积极地传播基督教的知识，并且给将死的孩子行洗礼，对病危的成年人先给予充分的教诲，再行洗礼，把很多灵魂送入天堂。他频频给神父们写信，总是表示想要回来再拜访教会。但是他的母亲日益衰弱，他负有照料的责任，使他不能归来。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是一桩丑闻和丢脸的罪行了。在这里，让我们加一段与我们的朋友李沃存有关的小故事。他那时还不是教徒，正好1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被委派主持在福建省城举行的福建省硕士学位的考试。或许全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省份里了，所以把他委派到这里，标志着很大的荣誉和尊严。考试的结果由主考官书面发表，而这一次没有明显的理由，李沃存却写了一篇对欧洲文学研究的宋词。后来他被调到山东省的一个高级职位，当他赴任时，他把他府中的大部分家具都送给了神父们。他还想带一位神父与他同行，但由于现有的神父很少，他的邀请只好谢绝了。为了使人们对中国官府管理的正直得到一个概念，
谈谈下述的情况可能是有趣的，那就是这位李我存，因为有人控告他在他经常出席的宴会上举止轻浮，以及过分沉湎于玩棋类游戏，从而被剥夺了所有高级职务的权利，降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长达3年之久。蒙受了3年耻辱之后，他又被召回赴任高官。就在这一年，全国的主管长官都3年一度地来到北京向皇上致敬。在他们被允许留在京城的期间，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以致难以通行。神父们在这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与来自其他他们设有居留点的城市的地方长官和无数的商人们进行接触。这是一个提高北京教会声望的办法。北京教会像一棵大树，使各地教会在他那树荫之下得到庇护。在这种时机，也不乏有人向高官显宦控诉，说他们读到神父们撰写的某些东西，毁谤了偶像。他们提出这一点来作为有关社会安全的借口。据他们说，神父们正在以他们的布道，或许是企图扰乱治安。他们声称，神父们通过一根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共同纽带，就可以煽动起很多人来造反。这些批评者据说都是一些知名人士，而普通老百姓即使埋怨神父几句，也很难希望有多少结果的。然而，由于上帝的保佑以及一些朋友的庇护，传教士们胜利地挫败了他们的对手们的敌意活动。第4章，基督教在南昌。苏汝望神父只身一人，在南昌教会工作了3年。他身染重病，最后发展成为肺结核。另一个对教会发展的障碍是，此地有很多皇亲国戚。皇亲国戚是一个富有而无所事事的阶层，他们的跋扈是被人议论纷纷的。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苏汝望神父的圣洁和非凡的热情却成就了超出人们所可能的希望之外。他的归信者大都是普通老百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很少的几位著名人物被接受入教，其中一个是一位80老翁，一位地位很高的士大夫。他对于传播基督教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以大手笔写了很多论述基督教原理的文章，都是他从神父们那里学到的。为了吸引知识分子的注意，他热心地从他们自己的书中搜集了数量惊人的有利于基督教的见证。在教会驻地旁边住着一家异教徒，有一天这家的父亲把刚出生的婴儿送来领洗。苏汝望神父认为，在那时给孩子行洗礼十分不保险，考虑到他的父母并不想放弃他们的异教徒的错误，而且这种表面的虔诚是真是假也很值得怀疑，所以他把孩子放在圣坛上，给他洒了圣水，并且命名为如望。不久之后，这家人从这里搬走了，以为这孩子已经入了基督教。7年之后，那父亲又带着孩子来到教会驻地，感谢上帝奇迹般地使这孩子出乎意外地由重病恢复了健康。这孩子一度昏迷不省人事，他们已经认为他回生无望。他后来告诉神父们，这时他觉得自己看到圣母向他走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他的名字叫了几次，他好像是从梦中醒来。从那一刻起，他就痊愈了，而且很强健。家里的仆人没有一个丝毫怀疑那孩子所看到的妇女就是他们自己常在教会驻地所看到过图像里的那一个，而那孩子也证实了他们的信念。当有人给他看2种圣母像时，他就指出据说是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所绘的那幅原像的复制品。只是到这时候，苏汝望神父才告诉那父母，他们的孩子从没有领洗，但是他说他愿意给孩子施洗，如果他们答应再不让他崇拜偶像的话。孩子的父亲同意这一点，但是他不肯听从劝说，放弃他那种从中国历书上选一个吉兆良辰来举行仪式的想法，所以他把孩子带走了。但第2天他又领他回来。孩子受洗之后，父母拿了一本教育问答手册回家，开始学习，以准备自己皈依。南昌一小群教徒在完成宗教职责方面堪称典范，他们按时参加弥撒，遇到疑难时来接受教诲，
办丧事时严格避免一切邪教仪式，并且公开宣称他们信仰基督。所有这些都大大带动了基督教的传播。举一个他们热情的事例，有一位教徒出城办事，到了一位异教朋友家里，进入客厅之后，他背朝着被异教朋友安置在房间一端的一堆偶像就坐。有人告诉他，这样就坐是对神不敬。他回答说，我只拜一位上帝，我和偶像毫无关系。说着就向自己，然后又向那些偶像画十字，把椅子搬到房间正中，重新坐下，脸仍然背着那些神像。他的朋友也就只好作罢。中国人对于他们认为应该给予神的尊敬，不如对于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朋友的礼貌那样看重。吃饭时，这位异教主人正要把几样小菜摆在偶像前面上供，用于博取吉兆。这位基督徒就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不吃你放在桌子上的东西。于是主人宁可免去迷信的礼仪，而不愿得罪客人。这位客人觉得他已经2次战胜了这些毫无生命的偶像。这同一位教徒有一个邻居，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找到一个算命先生，想问问他回不回来。他像那个算命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回来了，但她的丈夫一看见她，就认为她被魔鬼附了体，他心神错乱并且发狂。他明白自己手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家中主妇，反而是一个死敌了，于是采用了各种异教式的仪式和礼节来驱除恶鬼，但是毫无结果。这时那位教徒进行了干预，首先他背诵了圣母的玫瑰经，然后以他全部的信仰大声咒骂那个恶鬼胆敢进到离他家这么近的人家里来，而他家是供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的。然后他朝着夫人画十字，用严厉的语言命令恶鬼走开。这时那个着了魔的人变得安静了，喋喋不休的恶鬼也安静了。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教徒们的信仰强烈，他们用圣水完成的惊人奇迹真是不胜枚举。基督教在南昌兴盛的开始，由黎马诺神父的到来而得到促进。黎马诺神父从他自己在南昌的住所监管着3所教堂，和他一起来的有苏汝旺神父和最近刚被接纳入耶稣会的邱良厚修士。他们来到后就开始更加努力地耕耘这块土地，他们极为积极，以致到了第2年，也就是1605年，信徒的数目就增加了1倍，而在他们到来之前则只有200多人聚会。在原先的教徒中，有几位士大夫和皇亲国戚。皇族中第一个和神父们结识的是由他的妹夫，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的那位学士教徒保禄所介绍的。经过漫长的教诲过程之后，他在西班牙教会庆祝圣诞节的那天受洗。他取名若瑟，是中国王族中第一位崇奉万王之王基督的。他和皇上的关系绝不能和我们欧洲的术语混为一谈，他远逊于我们的王族概念。而且虽然皇上的亲属都有其自己特权、财富和尊荣，但他们绝不允许担任任何公职。若瑟的弟弟也学他的榜样，决定和他一起入教。在受洗礼的日子，被推迟到主显节。别人告诉他，这是3王从遥远的国度来朝拜刚诞生的天上之王的日子。他对此回答说，如果他们是3个人，我们则是4个人。他提名他的弟弟和一位表弟，并且还把他带来的另一个男孩子介绍给黎马诺神父请求指示。他要求给这孩子取名马诺，并且就这样被命了名。此后孩子的父母一直都用这个名字叫他。这3个成年人在预定的日期被接受入教，以庄严的仪式受洗，并取了3王的名字：梅尔基奥尔、加斯帕尔、巴尔萨沙尔。过了不久，若瑟的妻子和几位男亲戚也皈依了。这几个孩子的老母是位寡妇，非常崇拜偶像。她度过此前的10年是按照中国的风俗严格地戒荤，不吃肉、鱼和蛋，只靠蔬菜、大米和面粉做的食品生活。他的儿子力图劝他放弃这个迷信，
最后竟获得成功。他结束了吃斋，并在教堂里把他全部可怜的偶像和他用来祷告伪神名字的念珠一起扔在火炉里付之一炬。他还交给神父们一份文件，是偶像的祭司们给他的类似致阎王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请求阎王陛下在他死后宽待他，并免掉对他的过错所应给的惩罚。这份文件叫做阴曹录引。他交出这些形象换来了送给他的一个十字架和一部圣母玫瑰经。他习惯戒荤，现在发现已经很难改变，于是就建议他行教会的定期斋戒。他的指导师对他说，十戒乃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不是通向地狱。他通向奖赏做了好事的基督徒的天国之王。这位夫人在自己家里从秋凉后修士那里接受教诲，但他从不见他的面，因为中国妇女严格不与人接触。他向他讲话是隔着一个挂了帘子的门，而他这样做时，总以为只是在向一个男仆谈话。到了他领洗礼的那天，他才发现接受圣礼的不是一个仆人，而是还有6个人，他的女儿、侄女和4个侍女。当问到这几个人都曾听到过什么时，十分明显的是，他们都已经充分得到教诲，可以入教了。他们都十分虔诚，以致尽管中国妇女厌恶被人接触，但他们对于任何仪式，甚至于涂油礼，都没有表示任何不快。这个传教区信教的人数迅速增长，以致教堂里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会众，因此每星期指定3天，让某些人来做弥撒。可是在星期日和节日，他们还是都到教堂来。在领洗的日子，习惯上要分发圣像和纪念章，但是由于这类东西必须远涉重洋，经过许多国家才能运来，所以传教团供应的数量不多，很快就散发光了。为了满足需要，神父们就叫当地的刻工刻了一个木板，用来印制圣像。因为中国人不会铜板雕刻的技术，在像上印了一段说明，解释天上的上帝并没有物质的形象，所以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就采取人的形象并富有人性，并且从天上带来了神圣的律法。加上这一段说明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把他们家中各个房间原来装饰着的偶像全部清除掉，但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于是他们的异教朋友就说基督教是空虚无物，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在新年开始时，中国人把神像放在家宅大门上，所以基督徒们就在他们的门上放一个写着耶稣和玛利亚名字的牌位，作为信仰的一种宣告，表明他们家宅的守护神。这也向来访者标出他们的基督徒兄弟住在哪里，并使他们宽慰地知道，在遵守民族习俗方面，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差。这同时也对神父们是一种欣慰，他们知道自己子民的家宅是有标志的，正如在埃及人中间，上帝选民的家宅是用羊血涂作标志那样。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做出的几点总结。第一，徐光启应和学霸的信仰加持。徐光启和马丁在受洗后双双高中进士，徐光启更是一路杀进翰林院，也就是进入了大明王朝的顶级智库。这在当时产生了一种极具张力的社会舆论，信仰天主并不会耽搁仕途，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福佑。徐光启在北京的表现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道德上的。他甚至让70多岁的老父亲在临终前受洗，这种全家归一，在儒家孝道语境下完成了一种巧妙的逻辑自洽。最大的孝就是带父母皈依基督。第二，李应士，那个追星追到澳门的人。另一位保路李应士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虔诚，他为了领坚信礼，甚至想长途跋涉4个月去澳门拜见主教。最有趣的是，他在回乡料理家务时，竟然充当了非正式牧师，给垂死的婴儿和成人施洗。这说明当时的天主教已经开始在大明的基层社会通过士大夫的家族网络
进行自发性扩张。第三，南昌的皇族革命。在南昌，那些无所事事却地位尊崇的皇亲国戚开始入教。那个老妇人的故事极具象征意义，她烧掉了和尚给她的阴曹地府通行证，换取了十字架，这标志着基督教的天国叙事正式战胜了中国民间的冥界叙事。为了尊重中国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习俗，修士隔着帘子对他们讲课，这种礼仪妥协是传教成功的关键。如果说之前的传教是播撒种子，那么这2章就是在收割。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徐宝路是如何步入权力核心，也看到了在南昌的皇亲国戚如何撕碎阴曹路引投奔基督。南昌那个看到圣母抱子而痊愈的孩子，在利玛窦看来是上帝显灵，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更像是一种视觉转换。在普通百姓心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与中国的观音菩萨有着天然的视觉重合，这种图像的模糊性在初期传教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调节作用。您认为徐光启在考试前后的这种信心回升，究竟是心理暗示的作用，还是他真的在大明僵化的理学之外找到了一套更强大的精神驱动力？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5卷第3章几位著名的士大夫信徒及其著作，和第4章基督教在南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